幺儿，你再给我转个60万买辆房车嘛！我岁数大了，火车硬座坐起腰杆筋痛。妈，你又没有驾照，你买了也开不了啊。开不来，还可以请人的嘛。但之前不是陆陆续续给你打过近50万，那么多钱你都用完了，我现在哪有钱给你买房车呀？你不是还有套房子吗？卖了买房车还有多的。你妈算盘打得真响啊！一年旅行300多天，天天拿着我们的钱出去潇洒。你这次要是再给她钱，我们就离婚。有你什么钱？我工资比你高，那里面大部分是我的钱，我爱给谁花给谁花。哎呀，不要吵了，都怪我，我应该早点死，不给你们2口子增加负担。婆婆热衷旅游，一年365天，她有300天都在外面游山玩水。直到有天我急用钱，发现存折里的50万只剩50块，我才知道婆婆旅游花的钱全是老公赞助的。我气炸了，问老公怎么回事，他却骂我急个毛线。我妈辛苦了一辈子，有点爱好怎么了？她现在就该享受人生。你有没有良心？连这点钱都要斤斤计较？好吧，反正得癌症的是你不是我，那我不急了。从医院走出来那刻，我腿都是软的。上个礼拜和老公一起做全身体检，今天结果出来，本来以为没什么毛病，医生却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他拿出我老公的体检报告，肝癌中期，如果做肝移植，还有存活的希望。想到我和老公陈明坤从校园恋爱步入婚姻殿堂，相识相爱整整8年，我趴在方向盘上放声大哭。老公才30岁，我怎么忍心告诉他这个噩耗？想了很久，我决定先去银行把我们定期5年的存款提前解封，等到肝源之前，肯定要带老公去医院治疗的，加上换肝手术的费用，以我们手里的几万块肯定远远不够。可我拿着存折去银行查询时，柜台却告诉我存折里没有50万，只有50块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不可能！2年前我和老公一起来存的5年定期啊！柜台说帮我查询下取款记录，接着他说：“李女士，我们这边显示在你们存进来的第2天钱就被取走了，是谁取的？存折密码只有我和陈明坤知道。”其实我已经猜到了，柜台的眼神略带同情。您的丈夫陈明坤，但亲耳听到，我还是如遭雷击。我信任的老公竟然瞒着我把我们奋斗几年的存款取出来，这么多钱他用到哪里去了？我怀着复杂沉痛的心情一路疾驰回家。本来跟单位请了半天假去拿体检报告，没想到发生的2件事让我感到心绪不宁，完全提不起精神上班。领导多给我批了半天假，我呆呆地坐在床边很久，直到客厅的防盗门被人从外面打开，我才回过神来，看了眼时间，才下午1点50。今天是工作日，陈明坤没告诉我他今天请假呀。我刚要开门出去跟他摊牌，客厅里传来滴一声，像是用遥控器打开空调的声音。妈，热坏了吧？夏天气温高，要不你在家里住2个月，等天气凉快了再继续去旅游。是婆婆来了。哎呀，我还不是想留下来住，你们不发换，我不好打扰你们2口子的。我才是一家之主，李某敢不让你住，我就抽他！这话显然婆婆很喜欢听，咯咯直笑。她颇为欣慰地说：“对头，女人娶回来不听话，确实该收拾。你表哥屋头那个就是挨了收拾，现在乖得很嘛。”我都不知道，原来热衷旅游的婆婆还是个演戏派，人前人后2副面孔，甚至还给老公传播糟粕思想。更没想到，我的枕边人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婆婆的片面之词。我压抑着胸口的窝火没出声，我倒要听听他们还会在背后编排我什么。幺儿，我这次回来，一个是想你了，回来看看你；二的是我想买辆房车。哎，可能是岁数大了，每次坐火车硬座都腰酸背痛的哟，走到哪儿也没个落脚的地方。要是有辆房车就好了。坤坤，你咋个想呢？妈，你又没有驾照，你买了也开不了啊。婆婆说她在旅行过程中结识了几个驴友，其中有一个以前是开货车的，现在退休了，能开房车。他们几个兄弟姐妹相约一起自驾游遍全国各地，其他人有的出钱，有的出力，他出一辆房车。不说多了，你再给我60万，我有个姐妹她有渠道，59万就可以买到一辆报价100万的豪华版房车。外面突然安静了，我心里诽谤，真会狮子大开口。我们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老公能同意才怪。婆婆立马哭了，你老汉儿死得早，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怕你受委屈，身边亲朋好友劝我再婚，我都没答应。老公这个人很孝顺，听到他妈一哭，心疼的不得了。别哭了，给你买。我知道你为我付出很多，但之前不是陆陆续续给你打过近50万，那么多钱你都用完了。在房间的我又惊又怒，原来那50万老公竟然背着我打给了婆婆，那不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吗？他有什么权利全部支配？谁知婆婆说，你不是还有这套房子吗？卖了还有多的。
我炸了，顿时理智全无，开门冲了出去。陈明坤和婆婆两个人目瞪口呆，神色一阵白一阵青，无比精彩。陈明坤脱口而出的好字咽了回去。我紧紧盯着陈明坤，你不是说你妈用自己的退休金旅游的吗？你有没有道德心啊？故意偷听我和我妈讲话。你妈今天回来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你给我说清楚，她全国各地旅游到底用的谁的钱？看我绷着脸，陈明坤语气软了下来，他揽过我肩膀。老婆，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钱都花在我身上了，哪有什么存款？她想旅游，我不支持她，谁支持她？我不明白，为什么男的总在结婚后突然想着回报妈妈了？年轻能挣钱的时候，没说把工资全上交给亲妈，也没说对亲妈嘘寒问暖，小节大礼送不停，甚至连电话都很少打一通。难道结婚使人成长？我甩开他的手。所以你妈算盘打得真响啊！一年旅行300多天，快乐有了，幸福有了，还1分钱不用出，主打一个零成本高回报是吧？你别忘了，这是我们存起来将来生来孩子养家的钱，你全给你妈花了，我们急用钱的时候怎么办？家里有人生了大病怎么办？你光想着孝顺你妈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？我说的话不知道戳中了陈明坤身上的哪根神经，他面露不耐。急，你急个毛线啊！你以前怎么不急？现在才知道急，知道被我妈用了以后才急，你还好意思说生孩子？非要有钱才能生孩子吗？以前吃树皮还不照样生？天天杞人忧天，危言耸听，没钱就去死，活着也是拖累别人。我心凉了大半截。当初和他结婚，婆婆不出钱不出力，只在婚礼上出了个人，一切开销全靠我们自己。婚礼结束，婆婆拿着份子钱去旅游了。她说她的任务已经完成，现在要为自己而活。那时我和陈明坤办完婚礼，身上穷的只剩几千块，因为婆婆说没有义务帮我们带娃，我理解了，便和我妈商量请个月嫂。我妈看着双重保险，请月嫂就意味着家里的收入少一份，所以我们约定好攒够钱就生娃。现在她却怪我矫情不肯生。一旁装死很久的婆婆捶足顿胸，不要吵了，都怪我应该早点死，不给你们2口子增加负担。我现在就打电话跟他们说我不去旅游了，我回来挣钱，我去洗盘子扫大街，哪怕是翻垃圾桶捡瓶子，也会1分不少把钱还给你们。我本来就临近爆发边缘，婆婆还不停装委屈煽风点火，我气得冲她大吼：那你去打电话呀！我真没见过你这么自私无德的老人，光顾着自己享乐，趴在子女身上吸血。打电话啊，现在就打，不打我看不起你！婆婆被我吼懵了，她手里还装模作样拿着手机，身体却迟迟不动。我的拆穿让她骑虎难下，谁知她突然抓头发，把头往沙发上撞。哎呦，死了算了，老了惹人嫌，儿媳妇不尊重我，儿子也不帮我，眼睁看着我被欺负，我活得还有啥子意思？沙发是软的。下一秒，陈明坤从身后薅起我头发，狠狠甩了我一巴掌。跟我妈道歉，我妈1年才来家里几次，你就用这种态度跟她说话？我捂着脸强忍眼泪。他不来那是因为他没空，拿着我们的钱在外面潇洒。有你什么钱？我工资比你高，那里面大部分是我的钱，我爱给谁花给谁花。眼前男人凶狠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，左脸颊火辣辣的疼，但远不及心里的疼。刚才那一巴掌彻底浇灭了我对他的爱意。离婚吧。就为了这么点小事你要跟我离婚？我妈辛苦一辈子，有点爱好怎么了？难道她就非得在家围着你转，给你当免费保姆吗？她现在年纪就该享受人生，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全力支持。你有没有良心？连这点钱都要跟她斤斤计较，还有离婚威胁我？婆婆这会儿也不继续撞沙发了，她茶言茶语劝坤坤，你们千万不要为了我离婚了，只要小萌心里面舒坦，妈受点委屈不打紧。这句话犹如导火索，陈明坤拍桌而起，离就离，谁不离谁是孙子。我转身回卧室，把门锁起来。婆婆在外面说：小萌是任性了点儿，你是一个男人，你让着点她。哼，任性？我看她是想上天。妈，你之前说的对，女人还是得治。你看被我打了，还不是乖乖回屋老实了？哎呀，不要这么说，小萌毕竟年轻，不懂事。她就是被网上的毒鸡汤把脑子毒坏了。听听这普信发言，我以前眼睛里是糊了屎了才看上他。我回屋不是因为我怂了，而是我要报警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要是当他面报警，他急眼了又冲动打人怎么办？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适时的让步是为了让自己更安全。我又不傻，警察上门的时候，陈明坤和婆婆双双傻眼。陈明坤结结巴巴问什么事，我这才从卧室出来指证他，就是他家暴打我。陈明坤大怒，手臂下意识朝着我的方向挥起。谁让你报警的？当着警察面，他还敢动手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他是愚蠢还是愚蠢至极。警察厉声喝止：别动手！
离远点儿！然后他被两人控制住，压着带进车里。我一起过去做笔录，婆婆也跟上来了。她哭哭啼啼替她儿子求情。青天大老爷都是误会，两口子哪有不打架的嘛？我们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们把我烟儿放了，回去我说他。真是愚昧无知。女警暗中翻了个白眼。抱歉，阿姨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就算是夫妻，打人也是犯法的。到警局里，陈明坤一开始觉得自己没错。现在夫妻间男人打女人多了去了，就他不能忍，他是该打，谁让他不尊重我妈？我要是不打他，怎么对得起我妈？警察见他脑子不好，直接问我要不要谅解。我说不谅解，警察立马铐上手铐带走。陈明坤急了，哎，你们都不调解一下子吗？怎么说拘留就拘留？他阴郁暗含威胁的目光转向我。李梦，你确定要这么闹？我被拘留的事儿，要是公司知道了，我工作就没了。关我什么事儿？这时，绿茶婆婆委屈巴巴插嘴：“我给你道歉得不得行？我给你下跪磕头，不要为难坤坤了。”我忍这个老太婆很久了。你演戏演上瘾了吧？我怀疑你这几年在外面不是去旅游去了。我是在外面旅游啊，不旅游我能干啥子？你是在外面进修演戏去了吧？来，你给我下跪磕头道歉，我就写谅解书。你跪啊！婆婆又开始哭了，虚伪。陈明坤咬牙切齿：“你怎么样才肯谅解我？写谅解书也行，但你必须得弯腰低头跟我认错道歉，还要手写一份悔过书。”我知道，像他这样大男子主义的男人，让他给女人低头比吃屎都难受。可他不得不道歉，毕竟他是公职人员，前脚被拘留，后脚估计工作就得丢。最后，陈明坤不情不愿当着警察的面，90度弯腰给我道歉，按我的要求写了份悔过书。同时，我请警察出具了一份告诫书。我们3人一起出警局。陈明坤显然自尊心受损，他看我的眼神阴狠无比。李梦，你给我等着！回到家里，我妈摸着我的脸，心疼坏了。这个陈明坤，在我们面前人模狗样，背地里居然敢打我女儿，迟早会得报应。跟他离婚，让他和他妈过一辈子去。渣男盒饭已经在热了。爸妈不明所以，我当即把陈明坤患肝癌中期的事告诉他俩。我们全家非常有默契的相视3笑。我当晚就预约了离婚，把信息发给陈明坤，他秒回消息：二手货，我看离了我，谁还肯要你？我妈早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白富美，她驴友的女儿。我嗤之以鼻，有什么用？你还能活多久？很快便到离婚登记那天，陈明坤带着婆婆雄赳赳气昂昂出现，我爸妈也陪我来了，一切都很顺利，直到财产分割出了异议。房子是我们双方出资共同买的，对半分没问题。问题在于陈明坤把婚内共同财产都转给了婆婆去旅游，现在他翻脸不肯赔。我拿出他的转账记录，我告诉你，钱是我俩一起挣的，你没经过我同意擅自给别人，我有理由怀疑你们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这是犯法。陈明坤耍赖，你这就说的严重了。什么犯法不犯法的？难道给我妈赡养费也有错？我爸气得眉毛倒竖。好啊，那上法庭起诉，我看谁会掏空全家的钱给老母亲当赡养费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脑子都不长一个？我妈拿出警局出具的家暴告诫书，你不赔是吧？明天我就拉横条去你单位闹，让你们同事领导都知道你是道德败坏、知法犯法的小人。我瞅了一眼婆婆，只是可惜了，辛苦一辈子培养出来的公职人员毁于一旦。你要是工作丢了，房车这辈子都没着落了吧？婆婆小声说，儿子，要不你把房子卖了，又不是赔不起，别影响了你的工作。最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，价值120万的房子过户给我，除去贷款60万，我只需给他转5万。没想到刚出民政局，陈明坤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突然问我，你前2天是不是去医院肿瘤科了？我停下了脚步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妈前2天去医院看感冒，看见你了。婆婆立马笑了，儿子，我就说她肯定生了大病，幸好你跟她要离婚了，不得拖垮你，咱家有多少钱也不够她挥霍的。陈明坤说，你别怪我绝情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除了离婚的事，你也别联系我了，我可没钱借给你治病。我若有所思，你说的对，那1个月后我不来签字离婚了，拖也要拖死你。陈明坤睁大眼睛，你内心怎么那么阴暗？自己快死了还想拖我下水？你不同意我就去起诉。婆婆催促，儿子，走了，你离他远点，别传染什么病给你。俩人溜得比兔子都快，生怕我缠上他们。我爸刚才差点没忍住把真相说出来，不知道他要是知道得病的是自己会是什么反应。前2天我确实去过医院，是医生打电话告诉我陈明坤有匹配的肝源了，但是有一个小朋友情况危急，就排在陈明坤后面1位。我懂他的意思，昨天我还在犹豫，但今天我立马掏出手机告诉医生先救小朋友，至于陈明坤，他慢慢等着吧，离婚冷静期需要等待1个月。第2天陈明坤就迫不及待拉我去过户，他得意地告诉我他妈要带他去散心1个月，驴友和驴友的女儿也去，正好和相亲对象培养感情。我求之不得，告诉他去吧，玩得开心点，没准是你最后一次旅游了。陈明坤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他反而还不高兴了，
全程摆个臭脸。过户完出来，他突然想到什么，愤怒地质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早就有下家了？难怪要跟我离婚。”我冷笑：“抱歉，我没你那么龌龊。”他气急败坏，嘴硬：“你还能活多久？”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的生活恢复正常，房子我转手就挂售，卖了138万。陈明坤请了大半个月的长假，在外面玩得可开心了，每天都发朋友圈，还没离婚呢，就和新女友搂搂抱抱，卿卿我我。婆婆也很开心，专门给我发消息，他儿子贷款给他买房车了。可我注意到陈明坤脸部皮肤越发粗糙晦暗，黄的不健康，很正常，毕竟他不知道自己有病，没了我的管束，每天熬夜抽烟喝酒，也不忌口，症状体征自然就明显了。时间一晃而过，我和陈明坤拿到离婚证那天，我顺便把他的体检报告递给了陪同他来的前婆婆手里。我郑重地对着前夫说：“保重身体。”陈明坤不明就里嗤笑道：“这么快后悔了？我告诉你晚了，你就是求我，我都不会再看你一眼。”我又对着前婆婆说：“葬礼那天别忘了通知我，我来随250的份子。”前婆婆气坏了，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，竟然敢咒我！我告诉你，老娘才50多岁，前不久才做的全身体检，身体好得很。”她当场把我给她的体检报告单撕碎，不解气的还踩了几脚，故弄玄虚。我摊摊手，我又没说你要死了，我说的是你的孝顺好儿子。陈明坤撸起袖子怒骂：“你再恐吓我试试，是不是还想被老子打？看来上次你还没长记性。”我无奈摇头，自欺欺人。我忘了告诉你，你妈刚才撕的是你上次全身体检的报告单，上面的检查结果是你患了肝癌，你活不长了。气氛骤然寂静，陈明坤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，看我神情笃定，他慌了，僵硬着身体趴到地上，捡起被撕成一片一片的报告单。婆婆拉他儿子起来：“明坤，你在干嘛？你真信这个不要脸的说的话啊？”陈明坤冲他大吼：“都怪你添乱，你乱撕什么啊？还不赶紧把报告单拼起来！”婆婆又哭：“你竟然凶我！”谁知这次陈明坤没哄她，而是很不耐烦：“哭哭哭，你就知道哭。”婆婆背对得哑口无言，我笑死。原来陈明坤一直都知道他妈能装，但之前是没损害到他的利益，所以他乐意配合一起演戏。可一旦损害到他的利益，他立马就变脸了。婆婆刚才撕的有多潇洒，现在拼的就有多吃力，慢一下就被陈明坤疯狂咒骂。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身体原因，陈明坤拼碎纸的过程中突然脸色煞白，捂着肚子倒地不起。我脚底抹油溜了，远远的听见婆婆慌乱的喊救命：“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儿啊，你可别吓唬我啊！妈还等着你养老送终呢。”我心情大好，中午多吃了2大碗饭，晚上也多吃了2大碗饭。没想到吃到一半，我家门铃响了。我爸打开门，陈明坤和他妈拎着几大包礼盒陪笑着站在门口。我爸脱口而出：“滚远点！”就要关门，婆婆却利用自己肥胖的身躯挤了进来。陈明坤不要脸的跟在后面。我妈翻大白眼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陈明坤走到我面前，扑通一声跪倒：“梦梦，我们复婚吧。”婆婆则对着我爸妈苦口婆心劝道：“亲家公，亲家母，先前的事是我儿子做的不对，我已经教育过他了。但夫妻之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我觉得小两口没必要离婚，要不让他们复合吧。”我爸眉毛倒竖：“你怎么教育的？来，当面教育给我们看看。”婆婆一噎，我爸讽刺：“想复婚就这么点诚意啊？骂2句都舍不得。”陈明坤一看有戏，立马冲婆婆喊：“妈，你使劲教训，只要能让岳父岳母原谅我，干什么都行。”婆婆闭了下眼睛，忽然抬起手，狠狠一巴掌抽在陈明坤的左脸上，反手又是一巴掌，接着啪啪啪啪连环4个巴掌。她说：“老婆娶回家是爱护和尊重的，你动手就是不对，你知道错了吗？”陈明坤顶着猪头脸诚恳地说：“我知道错了，老婆才是我最重要的人，老婆才是一家之主。我之前太混蛋了，直到我真的失去你，我才意识到你对我来说多么重要。”我面露轻蔑：“你难道不是快失去生命才意识到我重要的吗？因为你快死了，女朋友大概率也跑了，所以想到我这个前妻，想召唤我回去伺候你，还能白打工给你挣医药费。”陈明坤被我揭穿心思，神情恼怒了一瞬，很快压下去：“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梦梦，你想想我们的曾经，我们大学相识相知8年啊，谈恋爱的时候我对你有求必应，你不开心，我就跨越大半个城市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蛋糕。我不是圣人，孰能无错？你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吗？”陈明坤的表情诚挚无比，这番话说的我差点就要感动了。他和他妈不愧是母子，一样的能演戏。确实，当初陈明坤要是一点优点都没有，我也看不上他。平心而论，他学历高，毕业2年考上公务员，也够努力上进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，工作再忙也会在特殊节日给我准备惊喜。所以当初我不顾父母反对，非要嫁给他，即使他家里没有任何帮衬。可结婚后，我才慢慢发现他变了。每次遇到他妈的事，他总是不分青红皂白责怪我。等他妈走了，他又跟我忏悔。我想着他妈不跟我们住，1年能见几回，也就没放心上。没想到我的妥协让他更加变本加厉。我当然知道他不是真心想跟我复婚，只是缺少一个出钱出力的傻帽而已。如果躺在那里的是我，他大概率会庆幸自己离得好，
没准还会特意跑过来骂我活该。我歪歪头，你说的对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那让我想想，明天给你答复。陈明坤和他妈面露喜色，好儿媳妇，打是亲骂是爱，我儿子是爱你才忍不住打你的，磕磕绊绊很正常。我差点吐出来，下一秒，啪一声，我一巴掌甩到陈明坤脸上，他想发火，但忍住了。我说，哎呀，打是亲骂是爱，你不介意的吧？陈明坤咬牙陪笑，还主动把另一边脸伸到我面前，不介意不介意。为了套住我当冤大头，他也是拼了。他们走了，我妈立马上前问，梦梦，你不会真的考虑吧？那可是个火坑，妈不允许你再跳进去。我爸也严肃着一张脸不赞成。我笑笑，当然是骗他的。陈明坤可是有暴力倾向，他快死了，要是不把他哄出去，他破罐子破摔咋办？明天我们全家出去旅游，让他找不到我们。我们全家订了一大早的飞机飞到了海南，刚躺在民宿床上，陈明坤打连环电话轰炸，我来接你去登记结婚，你家里怎么没人啊？我说，哦，我带爸妈出来旅游了，等回去再说吧。那头一愣，沉默好半晌问，你为什么要去旅行？你不知道我得癌症了吗？我觉得奇怪，我爸妈辛苦一辈子，就旅游这点爱好怎么了？他们年纪大就应该享受生活，我做女儿的当然要全力支持，这不是你说的话吗？你得癌症不是还没死吗？我回去能干嘛？陈明坤语气有点急，可是我要住院治病，没个人在身边不行。我哦了一声，先让你妈先伺候着吧，她不是说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这方面她一定很有经验吧？婆婆抢过手机，儿媳妇啊，你能不能先借点钱？你们夫妻一场，你不想看着明坤因为没钱治病死了吧？这才是真正目的吧？我惊讶，你们没钱吗？怎么会啊？我记得明坤前不久不是贷款给你买房车的吗？你把房车卖了再还钱不就行了？哎呀，我们要去吃海鲜大餐了。说完，我毫不犹豫挂断电话。我带着爸爸妈妈在海南游玩了半个月，后来又坐飞机转去了内蒙古玩了半个月。期间，陈明坤和他妈给我打过无数电话，求我借钱，要么就让我去医院陪护，我通通挂断。直到婆婆说陈明坤的中期发展到晚期了，我才带着父母回去。行李爸爸妈妈先带回家了，我直接赶往医院，迫不及待去看热闹。来得早不如赶得巧，我到医院的时候正碰到陈明坤和他妈吵架。短短1个月，他瘦得很快，脸颊两边都凹陷下去了，脸色也越来越黄。此刻陈明坤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妈，你竟让我放弃治疗？儿啊，现在没有适配的肝源，你治也治不好的，还不如拿着钱出去玩一趟，把最后的生命浪费在医院里有什么意义？你体谅体谅妈，我都已经在医院陪护你1个月了，身体真的扛不住了，回家吧，妈给你买点中药喝喝，中药比西药管用。陈明坤气得冒烟，你是不是我亲妈？当初你要旅游，我瞒着李梦把所有的存款拿出来支持你，现在我就是生病了，你竟然因为怕花钱怕累就让我去死，你这是一般的病吗？你还能活多久？你非要把我掏空你才满意啊？活着的人还要生活，我把钱给你花，我以后养老怎么办？你别太自私。陈明坤委屈的差点哭出来，我自私？我为了你连婚都离了，你竟然骂我自私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至于住院了还饥一顿饱一顿，李梦肯定会把我照顾得很好。哦，难怪瘦得那么快，原来是饿的。婆婆立马反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你对她不好，一巴掌把她扇走的，那还不是你挑唆？我看你跟李梦说的一样，只顾自己享乐，怕儿女身上吸血的无良老不死。好啊，你也是这么想的是不是？你这个白眼狼，反正你现在没钱缴费，要被医院赶出来了，我不管你了。病房里还有其他人，他俩就这么旁若无人的互相咒骂，全然没有了当初的母子情深，真有意思。一场病就让他们丑态毕露。眼见吵得差不多了，我提着一袋子烂苹果进来了。怎么了？还没等到肝源吗？妈，你有没有去做配对啊？你俩是母子，应该会配对成功的吧？婆婆被我的话说的一愣，又下意识说，我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我的肝哪能用了？妈，你忘了，去上个月民政局门口，你说你刚做过全身体检，身体好得很，一定能满足捐肝指标。陈明坤听到我这话，像是听到了活着的希望，他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神情激动。妈，你快去给我做配型，给我捐肝，我能活下来了。婆婆满脸的拒绝，就差写在脸上。儿子，你听妈说，第一，你没钱做手术，第二，捐完干妈的身体就不好了，咱顺其自然吧，以后你那份我一定会带你活下去的。我继续煽风点火。妈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明坤难道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就忍心眼睁睁看他死？你把房车卖了不就有钱了？你闭嘴吧，我要走了，不跟你掰扯，他是你老公，以后交给你管了。婆婆说不过我就想跑，把烂摊子丢给我。陈明坤彻底怒了，他不知道哪来的劲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薅住婆婆的头发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你别走，你不给我捐肝，就把我的钱一分不少吐出来，不然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病房。婆婆被他吓住，快哭出来，结结巴巴解释，儿子，你冷静点，钱我花完了，我没办法。陈明坤反手又是一巴掌，都怪你，我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。啪啪几声，连环7、8个巴掌。旅游，你就知道旅游，
你不旅游会死吗？婆婆被打得跪地求饶，我默默退出病房，心里畅快无比。还有一件事，恐怕陈明坤还不知道，婆婆在外这几年根本就没有到处旅游，而是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家，用她的钱养老大爷和老大爷的儿子。知道这个消息时，我真的震惊，也根本没什么房车。婆婆用房车的钱给老大爷的儿子买房付首付，这还是离婚时我发现婆婆听我说她在外面没有旅游这几个字很慌张，于是我把这事告诉爸妈，爸爸立马自告奋勇当私家侦探去查，没想到还真给查到了。陈明坤真惨啊，呸！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，我准备在陈明坤一病不起时给他致命一击，万万没想到，我还没说，陈明坤就自己发现了。我走出病房时，身后还传来了重物落地的声音和婆婆凄厉的惨叫，但我没有回头。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，翻看着手机里爸爸发来的那些照片，那是婆婆在所谓的旅行途中与一个老头亲密依偎的照片，背景不是名山大川，而是某处新开盘的小区售楼部。我知道陈明坤现在的愤怒只是冰山一角，如果他知道自己拼命压榨妻子，甚至搭上性命去供养的母亲，其实是在外面养了另一个家，他大概会当场断气。半小时后，病房里的动静平息了，护士一脸嫌恶地走出来，示意我去处理家属矛盾。我走进病房时，陈明坤由于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，他的呼吸变得极其急促，脸色黄得发黑，那是肝脏彻底罢工的信号。但他浑然不觉，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。你说钱花完了？陈明坤的声音像是在砂纸上磨过。我给你的50万，还有我背着李梦带的那60万房车款，加起来110万。你一年旅游能花100万？你是去南极摘星星，还是去月球挖金子了？婆婆捂着脸坐在地上瑟瑟发抖，却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儿啊，你是知道的，外面物价高，妈住的是高端酒店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妈这辈子苦啊，临老了想享受一下。你放屁！陈明坤突然爆发出一声嘶吼，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被按得稀烂的旧手机，那是前2天婆婆去水房洗衣服时落下的。陈明坤正是因为翻看了这个手机，才发现婆婆所有的钱都转给了同一个账户。我微微一笑，从包里掏出一叠打印好的资料，轻轻放在陈明坤的床头。明坤，别气了，其实妈也是为了你的弟弟好，你这个做哥哥的应该大度一点。陈明坤僵硬地转过头，眼珠里布满了血丝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弟弟？我指着资料上的转账记录和房产证复印件，你不知道吗？妈这几年确实没去旅游，她在林市跟一个姓李的老头组了家庭，那老头有个儿子，正好要结婚。你给妈的那50万，30万给人家付了首付，剩下的20万给人家买了辆车。对了，那辆车虽然不是房车，但妈经常坐在副驾驶上发朋友圈，说那是你给她买的孝心，其实是给人家当了嫁妆。陈明坤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，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，像是一台生锈的鼓风机。他猛地抓起那叠纸，一张张翻看。当他看到那张婆婆搂着一个年轻男人笑得灿烂，照片背后还写着祝儿子新婚快乐的字样时，他终于崩盘了。噗！一口暗红色的鲜血喷涌而出，溅在了那些洁白的纸张上。婆婆尖叫一声，想要上前，却被陈明坤那充满恨意的眼神吓得跌坐在地。你拿我的救命钱去养别人的儿子？陈明坤的声音虚弱的几乎听不见，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血。婆婆哭着狡辩：明坤，你听妈解释，老李他对我真的很好，我这辈子没享过福，他儿子也是个好孩子，他说以后会给我养老的。那谁给我养老？陈明坤嘶吼着，挣扎着要下床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幕，补上了致命的一击。哦，对了，明坤，你之前说妈给你介绍了一个白富美，是你驴友的女儿，我查过了，那是李老头的侄女。他们全家原本打算等妈把这房产分走后，再让你跟那个女孩结婚，把你的公积金和剩下的财产也吸干。可惜啊，你还没结婚就病倒了，人家现在正忙着物色下一个猎物呢。陈明坤彻底绝望了，他看着眼前的亲妈，这个他维护了一辈子，甚至不惜殴打妻子的女人，此刻在他眼里不再是避风港，而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旱魃，吸干了他的血，还要嚼碎他的骨头去喂别人的崽。陈明坤的病情急转直下，由于大出血和情绪崩溃，他直接进了 ICU。医院不断催缴费用，婆婆想溜，被我爸带着几个亲戚在医院门口堵了个正着。老太太，这还没出殡呢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爸冷笑着。婆婆撒泼打滚，放开我，那是她自己命短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钱都花完了，我没钱。我走过去，晃了晃手中的录音笔，没钱，没关系，你给李老头儿子买的车和付的首付属于非法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我已经请了律师起诉了。那家人一听说要被告，还要退钱，已经把李老头赶出来了。妈，你现在的老李正拎着行李在火车站等你呢。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自以为找到了真爱，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下半辈子，却不知道那种靠金钱维系的深情，在金钱断绝的那一刻，比纸还要薄。果不其然，李老头不仅没有等她，反而为了撇清关系，直接在派出所反咬一口，说是婆婆主动勾引他，那些钱是婆婆自愿赠与的嫖资。婆婆最后的尊严被踩在了泥土里。而陈明坤在 ICU 里醒来时，身边一个家属都没有。护士说，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扇自己耳光，他一边扇一边哭，
喊着我的名字，喊着他错了。他给我打了几十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最后他发来一条长长的短信：梦梦，我知道我该死，我这一辈子都在为了那个女人活，我以为她是我的天，结果她是要我的命。我想见你最后一面，求求你把房子卖了救救我，我以后做牛做马报答你。我看完后平静地回了一句：陈明坤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过没钱治病就去死，活着也是拖累别人。我现在只是在遵从你的座右铭，至于报答，下辈子吧，别再当妈宝男了。说完我直接拉黑了他。陈明坤没能撑过那个星期，死的时候据说他在病床上眼睛瞪得老大，一直盯着门口。他在等他的亲妈，也在等他那个所谓的新生活。可直到他断气，婆婆都没有出现，因为婆婆正忙着和李老头一家在法院门口撕扯。李老头的儿子为了不退还那30万首付，找了几个小流氓把婆婆打了一顿。婆婆鼻青脸肿的赶到医院时，陈明坤已经被送进了停尸间。他没有哭，第一反应是去翻陈明坤的遗物，想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银行卡或者现金。那一刻，围观的护士和病友都露出了厌恶的表情。我如约而至，带着250块钱的份子钱，这是给陈明坤的。我把钱扔在婆婆脚下，顺便告诉你一声，陈明坤死前立了遗嘱，他在单位的一笔意外身故险，受益人写的是我，因为他在法律上还欠我50万的补偿金，这笔钱1分也拿不到。婆婆疯了一样扑上来想挠我，被我身后的保安挡开了。你这个不要脸的，你害死我儿子，我要告你。我俯下身看着他那张写满贪婪和落魄的脸，告我还是先想想怎么还那50万吧。李老头那边的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了，你那个干儿子正准备起诉你，说你诈骗。妈，你的优雅旅游到头了。陈明坤的葬礼办得很凄惨，除了我爸妈出于礼貌露了个面，陈家的亲戚一个都没来。大家早就听说了他家的那些丑事，谁也不愿沾上一身腥。婆婆一个人跪在灵堂前，不是在哀悼儿子，而是在对着手机破口大骂。由于没钱付墓地费，陈明坤的骨灰只能寄存在公墓的简易阁位里，而婆婆在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后，真的去扫大街了。但她那种干2天就嫌累，干3天就想偷懒的人，哪里受得了这份苦？她去找李老头，发现李老头已经换了电话，搬了家。在那一刻，婆婆终于意识到，她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供她吸血的宿主已经死了，而她为了追求所谓的自我生活所投奔的那些人，全都是豺狼虎豹。她开始变得神神叨叨。她常坐在我们以前住的小区门口，对着进出的保安和邻居说，我儿子可孝顺了，他马上要给我买房车了，我儿媳妇怀了双胞胎，我们要去环游世界了。大家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她。半个月后，我在当地的新闻上看到了她。她因为闯入一家高端旅行社，强行要求人家带她去南极旅游，并声称她儿子已经付过钱了，最后被旅行社报了警。警察查出她居无术所，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，便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我在精神病院见过她最后一面，不是出于怜悯，而是为了彻底清算我的过去。她蜷缩在病房的角落里，身上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，手里拿着一个撕碎的报纸团，正小心翼翼地拼凑着。明坤，报告单，妈给你拼好了，咱们去旅游，不去医院了。她嘴里呢喃着，眼神空洞的可怕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，把儿媳妇当成赚钱工具，把儿子当成提款机的女人，她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自由。在精神的世界里，她可以永远的旅游下去，不再有债务，不再有癌症，也不再有背叛。但现实中的她只能在冰冷的铁床中度过余生。我走出精神病院时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我爸妈正开着车在门口等我。梦梦，手续都办完了？我妈关切地问。办完了。我深吸一口气。陈明坤的公积金和那笔保险金，我全捐给了一家肝病救助基金会。至于那个女人，这里会有人管她的。我爸发动了车子，走吧，咱们一家人去旅游。我笑了起来。好啊，这次咱们去个远点的地方。在婆婆彻底疯掉之前，她曾经历过一个极其漫长的夜晚。那天，她被李老头的儿子教训后，丢在了荒郊野外。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公路上，心里还抱有一丝幻想。她想，只要我攒点钱，再去找个老头，我还能过上那种不需要干活就有钱花的日子。他潜回了以前住的小区，想去翻陈明坤藏在柜子底下的那几张旧存折。当他偷偷溜进屋子，却发现屋里空无一物，家具搬空了，墙皮铲掉了，唯独在客厅的正中央放着一张大大的合影，那是陈明坤小时候他牵着他的手在公园拍照的样子。婆婆看着那张照片，先是冷笑，然后是大笑，最后变成了绝望的嚎哭。就在那天晚上，她走出家门，在大街上看到了一辆闪着霓虹灯的洒水车，在她的幻觉里，那是陈明坤开着房车来接她了。儿子，等我！她狂笑着冲了上去。虽然司机及时刹车没撞死她，但剧烈的惊吓和原本就脆弱的精神防线在那一刻彻底崩塌。她倒在水坡里，嘴里还喊着咱们有的是钱。这就是她的结局。她一生热衷于那种虚幻的建立在掠夺他人幸福之上的快乐，最终那种快乐化作了最锋利的刃，割断了她所有的神智。3个月后，我在海边的一间民宿里醒来，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，甚至比结婚前更有活力。我妈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。梦梦，看新闻了吗？我摇摇头，那个老李一家出事了。我妈语气中带着一丝快感。
他儿子拿了30万首付输了个精光，不仅房没买成，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。老李为了替儿子还债，去工地干活，从架子上摔了下来，瘫痪了。我淡淡的说，因果循环，谁也跑不掉。手机响了，是律师发来的消息，李梦女士，李强的房产已被强制执行，那50万及利息已全额追回。我删掉了消息，顺手将陈明坤的号码彻底拉黑。曾经我以为婚姻是2个人的港湾，后来才发现，如果枕边人心中无海，那所谓的港湾不过是吞噬生命的泥潭。我看着远方的地平线，心中一片宁静。婆婆确实热爱旅游，只是她忘了，这世间最远的旅程，是一个人从自私到毁灭的距离。而我终于开始了属于我自己的真正的旅行。